由于无力面对解放军，美国专家建议，缓和战略将为美国赢得时间重建其技术和军事能力。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美国法律与自由网站发表了基辛格的好朋友、历史学家尼尔·佛格的文章。佛格称，抹去缓和这个肮脏的词儿，与中国接触，这样才能为美国赢得时间来重建其技术和军事能力。弗格森是一位严重质疑西方对乌克兰政策的人，比如他曾率先提出，美国所主导的制裁远远不能够将俄罗斯的经济打残，只会使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8%，不足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最后的事实证明，战争的前100天，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930亿欧元。更残酷的现实是，俄罗斯军队正在获得军事上的战略主动权。基辛格曾经建议，乌克兰应该接受普京领导下的谈判。然而，这对拜登政府来说是一剂苦药。根据英国军事智囊团的说法，美国1年生产的炮弹只能在乌克兰持续10天的战斗。乌克兰的弹药库似乎已经接近于枯竭，西方国家没有办法及时补充，这对整个西方而言，尤其是对拜登政府来说，都将是一种耻辱。因此，弗格森教授呼吁人们注意另一个选择。他警告说，急于与中国对抗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他引用《否认战略》一书中所提出的美国介入台海的后果，并警告说，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在台湾岛或中国周边地区发生有限战争，美国很可能会失败，或者不得不在失败和更加失败之间做出选择，甚至将这场有限战争升级推向更广泛的战争。科尔比的否认战略在对华鹰派中很受欢迎，但对中国在地对舰导弹和远程弹道导弹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只字未提。美国空军的战略专家奥利安娜·斯凯拉教授在《纽约时报》上警告说，中国的导弹部队被认为能够瞄准海上的舰船，以压制美国的主要力量投送工具航空母舰。只有2个美国空军的基地位于台湾海峡的非加油作战半径范围内，这2个空军基地都位于日本，而中国在距离台北800公里的范围内有39个空军基地。中国的导弹毫无疑问可以淹没所有的导弹防御系统，并击沉美国的航母。那还是在中国开发出了高参数导弹之前。现在的美军可以说其地位更是脆弱不堪。可悲的事实是，经过30年的军事发展，美国现在拥有的是一支旨在攻击非正规军，而不是与现代化对手作战的军队。美国人忽视了中国巨人的觉醒，沉醉于在冷战中的胜利，并相信世界已经准备好采用美国的政治模式。科尔比对否认战略的幻想忽视了中国摧毁美国在西太平洋部署的任何资产的能力，也就是他不愿意承认美国打不过中国，不承认对美国这一代人的战略规划全面无能。弗格森教授感叹说，我们需要抹去缓和这个肮脏的词，因为我们已经虚弱，没有办法将我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接受中国在全球高科技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及其相应崛起为主导军事大国的现实，冷静地盘点美国的失败，并争取时间来重建技术优势，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接下来，如何说服美国的纳税人为大规模的科研项目进行投资，让更多的理工科人才投身于军工创新项目，就像冷战时期美国在关键的军事技术上获得优势一样。然而，现实是，美国只有7%的大学生主修工程，而俄罗斯和中国都有33%。美国人必须先认识自己的虚弱，才能够重建优势。美国现在仍然拥有全球的军事霸权，但是不一定真的拥有技术优势。尼尔·
弗格森专门写文章要美国人认清现实，甚至希望美国媒体转载，说明他本人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是美国还有更多的政客和军事专家活在过去，认为美军开过来2艘航母就能改变台海的局势。那么如果他们还坚持这样的观点的话，最终的下场将是非常悲惨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